说北宋末年，金国人攻陷了东京汴梁外城，尽管内城仍然掌握在宋军的手中，但是以宋钦宗为首的北宋君臣既不抵抗也不逃走，惊慌失措又毫无应变能力，盲目的将希望放在和谈上，尽力满足金人的要求，甚至不惜出卖妻女姐妹，只求金人放他一条生路。那么金国二太子沃利布在这期间偶然间得到了蔡京家一位姓李的婢女。这个婢女不简单，她过去的服务对象是蔡京的儿媳宋徽宗的女儿茂德帝姬。这个帝姬就是公主，这个叫法是宋徽宗的一项独创。沃利布曾经听说过，说宋朝的公主是个个堪称国色。这位年轻的统帅早就垂涎于地，他向李氏求证，问了很多问题，李氏一一做出答复，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宋徽宗的公主当中最美的就是名叫赵福金的茂德帝姬。沃利布因此马上向宋朝提出和亲，并且指名道姓索要这个茂德帝姬。最开始并没有得到回复，后来在开封府的努力下，茂德帝姬被送入了金国二太子的营帐。被诓骗到金人营帐，这个茂德帝姬害怕到了极点，是面如土色，浑身哆嗦。沃利布对美人很是知冷知热，连忙把那位李氏叫来，让他对公主好言宽慰。李氏呢款款相劝，又趁机将其灌醉，就这样把公主送入了沃利布的卧房。赵福金的遭遇只是靖康之乱或者靖康之耻发生以后众多被俘女性的冰山一角。这场突如其来的巨变让东金的上层妇女，尤其是皇室女子，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暴力侵犯，甚至是公开羞辱。这是靖康耻中难以言说的一个重要部分。那么城破国亡之后，宋朝的君臣遭遇了怎样的屈辱？徽钦二帝各自又有什么样的结局？这期节目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上一回说到郭京六甲神兵出战失败，金军趁势攻占汴京外城，城内的军民被宰相何力组织起来准备巷战，但是金军选择登城不战。城内守卫皇帝的部队还有1万多人，张叔夜手中还有2万兵马，如果有效组织保护皇帝，杀出重围，这是不成问题的。可是钦宗本人在这样一个关键时间选择了不再抵抗。宋钦宗在金军初犯汴京的时候不当逃而想逃，这一次则是当逃却不逃，这是采纳了何力的主意。这个主意直接导致了北宋皇朝的覆灭。这个北宋的灭亡和辽金南宋都不同，后三者都是战到山穷水尽，军事上再无回旋余地，只有北宋是最窝囊的。明明可以按崇师道等人的主张退守关中，可是偏偏选择了一味退让。这个何力这个人物是北宋最后一任宰相，状元出身，文学方面有一些造诣，可惜赶上一个荒唐的时代，文不能定国，武不能安邦，大兵压境，却对神棍郭京充满幻想。好在最后的气节没有丢。在被迫出城和谈的时候，他和金军西路军主帅年罕有过这样一番对话。年罕问他说，听说是你在一直主战，有这么个事儿吗？何力回答说，然，是我主战。年罕又问，汝有何学术与我战耶？何力回答说，力无学术，为国为民当如是耳。年罕又说我欲洗城，如何呀？何力从容回道，率兵洗城，元帅一时之威也；爱民失德，元帅万世之恩也。年罕似乎是略有所悟，接着说了一句，古有南，今有北，今之所期，在割地而已。对话进行到这里年罕传递了一个信号，金兵南下的终极目的是要疆土，不会伤及宋朝的国祚。何力是一个心眼很实的宰相，之前是轻易相信了神棍郭京，这会儿呢又轻易相信了年罕的话，从此以后不再主战，一味坚持和谈。此时的汴京已经是混乱不堪，金兵时不时有人下城劫掠，只图财不害命。真正遭人恨的反而是宋军中的一些败类，没能力对付外敌，但是对付自己人毫不手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宋金双方从打进入和谈阶段以后，金人一直要求宋朝的太上皇出面，这一切都因为徽宗皇帝而起。这个时候，金人希望他来给个说法。年罕呢，更是直接表示说：“你们家太上皇事事失信，如果不亲自出城，那就只能将妻女作为人质，除了这个，没有别的可谈。”两军对垒这个主帅面对面的谈判，在女真人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那么宋人是怎么应对的呢？钦宗皇帝先派了大臣陈过庭和一名亲王，又派了秦桧和李若水，紧接着又派了11个亲王，全部被年罕给拒绝了回来，并且放话出来说：“你们家太上皇和他老婆女儿到底是谁来？赶紧给个痛快的。”徽宗皇帝是在第1次汴京之围之前离开的京师，后来经过李纲出面，在金人撤走之后又回到了汴京，这会儿早已经远离政治中心。金人一再要求，宋钦宗左右为难，沉吟了好几天，认为作为儿子不能把老爹交出去。于是呢，在靖康元年闰11月30，钦宗皇帝亲自出面，来到年罕在城南的金军大营。这天没谈成，因为东路军主帅沃利布在东北方向的刘家寺一时半会儿赶不过来。第二天也没谈成，年罕坚持让宋钦宗写一份降表，并且反复修改，删掉大宋皇帝，只准称臣。宋钦宗不敢不从，一一照办之后递交了降表。第3天是投降仪式，钦宗见到了年罕和沃利布两位金军主帅，亲自迎接大宋皇帝。双方在马上行礼完毕，钦宗将降表交给年罕，年罕接过来，双方再行礼，然后钦宗在前，年罕、沃利布在后，来到一处香案前，由随从人员高声朗读降表。钦宗皇帝呢，在面向北方拜了4拜。说来也是奇怪，就在钦宗皇帝向北下拜的时候，他们所在的金营这个区域突然飘起雪花，而且这个雪只下在了这里，汴京城里是没有下的。仪式结束以后双方分宾主落座，酒席宴间推杯换盏一番过后，钦宗皇帝把带来的一些金帛送给两位元帅。年罕看到以后笑了，他笑得很不自然，并且说：“我们请皇帝是来商谈国家大事的，这种小事就免了吧。更何况现在胜负已分，原则上城里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是我们的了。”这场酒宴过后钦宗皇帝回到了城里，早有文武百官和军民百姓在城门处候着。远远看到黄罗伞的时候，就有人欢呼沸腾；等看到皇帝了，人们更是山呼万岁，涕泪横流。钦宗本人也已经控制不住，流着眼泪说：“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万民了。”人们谢天谢地，几乎家家户户都在焚香祷告，好像从此获得了新生一样。说钦宗递了降表，宋金两国和谈休战。上一次答应沃利布的是50万锭金，100万锭银，这一回的数额皇帝回来都没敢让太多人知道，因为数额实在是太大了。他在金营答应一次性赔偿1000万锭金，2000万锭银，外加1000万匹绢帛。几天以后，金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向金军提供1万匹马，其次交割河东河北地区，再次女真将士撇家舍业来到汴梁。东京这会儿正是寒冬腊月，可是将士们的内心很是燥热，急需解决生理需求，因此他们要求宋朝皇帝提供1500名少女劳军。转一天，又要求宋军上缴所有武器，没有了战马和兵刃，这时候就是想反抗也不行了。没过几天金军又来要人，这回要的是家属。谁的家属呢？河东河北宋军守将的家属，蔡京、潼关、王府等等20几位奸臣的家属，还有主战派的大臣们李纲、吴敏、佘延志、佘可求等人的家属。金人已经没了耐心，打骂使者的事情时有发生。开封府是挨家挨户搜刮金银，连皇后的娘家也被查出来藏匿钱物。凡是官员按照官职的高低一律派发任务和指标，完不成的就抓进监狱，直到愿意缴纳更多金银为止。眼瞅着天寒地冻就要过年，城里的柴火已经都用完了，城外被金军封锁，不准出城。钦宗只能下令再次开放皇家园林艮岳。上一次是砸石头，这一次呢是砍树。
成千上万的人们涌入艮岳，将耗资巨大从全国各地运来的珍奇树木砍伐一空，甚至连山上的亭台楼阁也一并尽数拆除。因为房屋突然倒塌，当场砸死了100多人。由于争抢木柴而发生打架、互殴等恶性事件，又死了好几百人。这个尸体被瞬间剃成白骨，皮肉也被一扫而空。靖康2年的正月初9，金人以面议金银数量以及为金国皇帝上尊号为由，要求宋钦宗前往金军大营。钦宗已经预感到这一去是凶多吉少，刚巧赶上太上皇、太上皇后来看皇帝，一家人是置酒欢饮，其乐融融。为了不让父皇伤心难过，他没有告知金人要求的再次出城。初时，钦宗第2次来到金军营地，从此就身陷囹圄，失去了自由。这个时候，金国人的想法两个元帅更多只是想扣押皇帝，催促赔款。到底要不要废黜宋钦宗？废掉之后该怎么办？具体还要等金太宗的旨意。到了正月15，本来是1年中最热闹的时间，然而此时汴京城内已经渐渐失控，缺乏粮食已经导致人吃人，时有发生。这个金国人似乎对汉人的文化特别痴迷，把城内几乎所有的花灯通通要了去。在15这天晚上，2万多盏花灯照亮了整个金军营地。接下来几天呢，金国人开始索要皇宫器物，皇帝的御册、车辂、冠冕，皇后妃嫔的官服、御马的装具，一应宫廷遗物就这样被带走。女童600，教坊乐工，各类官吏及家属，皇帝的内侍、女官、男女乐工，什么画工、衣冠、百戏、木匠、石匠、铁匠、玉匠、金银匠、竹瓦泥匠，捎带脚再带上犀角、象牙、宝玉、药石、铜器、古玩各类书籍。总而言之，金人是抱着回北方重建一个首都的目的，连人带物卷包会，能带走的全部带走。靖康2年的2月初5宋钦宗在金营被邀请参加了一场球赛。就在这个期间，有使者手持金国皇帝诏书赶到现场，2位元帅匆忙接旨。在离开的时候，宋钦宗提出了回城的要求。那么年罕突然变脸，说了句：“你还打算去哪儿啊？”回去住处的路上，宋行的沃利布莫名其妙地说了句女真话，经过翻译才知道他说的是这就是天命。这一天，金国皇帝发来2道诏书，明诏说的是废黜赵氏皇帝，而密诏则说请2位元帅自诩便意行事。金国2太子沃利布私下把消息告诉了钦宗，宋朝几位随行大臣当即下跪请求从中斡旋。沃利布马上索要帝姬3人，王妃嫔御各7人，钦宗答应下来，并且签字为证。转回头，沃利布来找年罕商讨，但是被年罕一口回绝。沃利布表示，伐宋这个事儿当初是我的意思，太祖过去说的话还犹在耳边，现在皇帝正是因为这一层关系，所以才会让我们便意行事。年罕怀疑沃利布有私心，说皇子何思于宋，不顾大害，宋兵尚多，民心未去，如今放手，后患无穷。更立异姓，国事易动，许土混一，岂非善计啊？2太子沃利布当下怒道，说南伐我使首谋，我当为正，对待赵氏不能像对待辽国那样。3说2说，2太子是悻悻而去。辽国降将萧庆在这之后劝说年罕，说现在如果废黜赵氏，外边那位康王必然自立，现在这位明显要更加的庸懦，不如把他留下来对付康王。年罕老谋深算，不愿意和沃利布有所争执，于是让萧庆去找钦宗，并且说宋若归城于我，当保全。到底怎么归城，向谁归城，他没有明说。但宋朝方面和沃利布更加亲近，年罕在军中要更有话语权，这是显而易见的。不幸的是，萧庆来找宋钦宗的时候，可能是考虑到萧庆是年罕的人，归城一事没有谈成。冥冥之中，这个宋钦宗就这样错过了一次良机。第2天2月初6黎明时分，钦宗君臣一行人被押到年罕大帐前，由萧庆宣读金国皇帝的诏书，废钦宗为庶人，另立皇帝。年罕命令马上扒了钦宗的龙袍，
吏部侍郎李若水赶忙上前抱住皇帝，厉声喝道：“说此大朝真天子，你等杀狗辈，不得无礼！”几名金兵赶忙上来把他拉走。年罕感其忠义，传令下去，让人必使李侍郎无恙。被关押的期间，李若水和年罕争辩是非曲直，他是大骂年罕背信弃义。末了，这位李侍郎被金人猎头断舌而死，年仅35岁。若干年以后，人们谈论起来仍然是唏嘘感叹，说辽国之王死役者十数人，而南朝只有李侍郎一人而已。钦宗被废的第二天一早，太上皇宋徽宗被几个已经倒向金人的大臣哄骗出城。几个人没有告诉他赵氏江山已经被废除，只说金人一定要见太上皇，他们想要成就我朝一段好事，绝无其他恶意。沉吟良久，徽宗说了句：“金人军中可有变动，希望你们能如实相告，可不要因为一点蝇头小利误了我大事。”几个人连忙表示说绝对没有，金人只是希望上皇到南巡门拜表，您在城门拜完了表，皇帝就可以从金营返回了，如果有假，甘受万死。徽宗于是派人去请太上皇后，夫妇二人寒暄一番，换上一身道袍，一同赶往南巡门。这个期间，张叔夜出面劝阻，被负责押送的范琼拦开，内侍们全都放声大哭，担心这一去将是生离死别，预感到似乎不是什么好事。徽宗也抽泣不已地说：“此去纵然有不测之祸，恐怕也是在劫难逃啊！今人如果以我为人质，让天子平安归来，确保社稷无恙，我也是万死不辞了。”说完这番话，徽宗把常用的宝刀交给一个名叫丁福的护卫，让他不离左右，以防万一。一行人刚到南巡门，就被金兵团团围住。金军两位元帅派了上万女人铁骑，专门在这里等着宋徽宗。直到这时，徽宗才知道果然有变。那个丁福连人带刀已经被人架走，这会儿说什么都晚了。年罕见面就语带讥讽地说：“这一直想和亲，你偏偏不让，现在好了，所有人都成了俘虏，你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啊？”按照金国人的要求，当天除了徽宗夫妇二人以外，还有运王赵凯以下诸王、王妃、后宫的妃嫔、公主、驸马等等，共计3000多人陆续出城。徽宗在金军大营见到了已经滞留20多天的钦宗，只见他满脸憔悴，衣衫不整，当初的翩翩少年，现如今风采荡然无存。父子相见，抱头痛哭。几天以后，钦宗的皇后和太子也出了城，爷孙3代在金营相聚。那么赵氏已经被废，中原仍然需要有人统治。本着以汉治汉的原则，金人把张邦昌推到了政治漩涡中心。张邦昌字子能，进士出身，永靖军东光人士，就是今天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张邦昌这位人物的特点：一是听话，二是胆小。靖康元年的时候呢，曾以太宰的身份跟着康王赵构出使议和。仓促之间，金人想要拥立张邦昌为帝，这个期间有3位大臣明确表示反对，一是孙富，二是张叔夜，第3位有些令人意想不到，他是当时的御史中丞秦桧。3个人都被金人抓走。这其中的张叔夜在北迁途中选择了绝食抗议，在经过白沟两国界河的时候，突然做起来仰天长啸，之后一言不发，当天夜里就自缢而死，终年63岁。靖康2年的3月初1，一直在金军营地停留的张邦昌被送回了汴京。金人放出话来，交割到城里的是活着的张相公，张相公如果在你们这儿死了，甭管自杀还是他杀，金兵必来屠城。老张本人打心眼里是不想当这个皇帝的，人们好像保护熊猫一样落实安保。随后呢，请求老张称帝。张邦昌回来以后，接连几天装病绝食，逼得急了，他就说：“你们都怕死，所以撺掇着让我来。我要是答应了，怕是要大祸临头了。”3月初2，金人又送信儿来，表示限期3天之内，老张爬也得爬上龙椅，这个皇帝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否则就来屠城。文武百官立马慌了神，轮流劝说张邦昌。老张这回更急了，拔出佩刀就要抹脖子。众人赶忙上前拦住，哭哭啼啼的劝说。
说相公您要是死也得死在城外呀，现在如果死在城里，这不是白白坑害了满城生灵吗？眼下暂且先忍一忍，等金人走了，是要当伊尹还是要当王莽，那还不都是您自己说了算吗？老张这回啊，终于不想死了，勉强答应下来，并且对当下对未来都看得很通透。老张说自己呀，这是用9族的性命换来1城人的性命。3月初7，大风刮了一天，张邦昌是全程痛哭流涕登皇帝位，当着金国使者的面向北舞蹈，跪受册宝，说无德而亡，故天命假于我手，当仁不让之立数在于尔公。张邦昌继皇帝位，国号大楚，都金陵。从此张邦昌啊，接收了北宋的半壁江山，大楚政权正式建立了起来。这段时间金人对汴京地毯式的搜刮依然在进行着，劫掠的范围已经扩展到赵氏的宗庙，对金银搜刮分摊到每家每户，即便是最穷苦的人家也被摊派了金20锭，银200锭。很快啊，张邦昌亲自出面前往金军大营，2位元帅迎接并予以款待。酒过3巡，老张说大楚啊刚刚建立，有这么7件事想祈求2位元帅批准：一是不毁赵氏陵庙，2是免取金帛，民间已经很穷了，不要再搜刮了；3是请求将防御汴京的楼鲁予以保存；4是定都金陵啊，要等那边修建完毕，3年内完成迁都；5是请求金军尽快班师；6是请求称大楚皇帝；7是这个国家已经穷到根上了，需要金人资助一点财物，好让他这个皇帝啊犒赏军民功臣。年罕和沃利布啊，看老张说的诚恳，当场拍板全部同意。张邦昌一看这么好说话，于是呢又提出被扣押的官员呀太多了，你们带着也是累赘，不如放回一些。金人也都答应了。除了何立、孙富、张叔夜、秦桧等个别反对废黜赵氏的大臣和家属以外，在这之后有大批的官员、百姓、僧人、道士，累计数千人被放回汴京。两宋之际，张邦昌啊是一位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在金人的扶持下建立了傀儡政权。有人说的是被金人胁迫，也有人认为他纯粹是出于自身利益。甭管怎么样，这个傀儡皇帝在一个非常之时救下了很多人，对汴京的保护比北宋2位皇帝还要多，堪称是靖康年间的东方辛德勒。中古时期啊，女性在历史的记载中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有关女性的记载，都是经过掌握话语权的男性选择过后的结果。为了掩盖靖康之乱中大量的宫廷宗室妇女遭到凌辱，以及在金国为娼为奴的过往，到了南宋，高宗皇帝曾禁止私人修饰，一些传统史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也在史书中极力回避这一问题。宋金双方的和谈协议在整个过程中被层层加码，截止到靖康2年正月22，双方约定好的条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金银减少到金100万锭，银500万锭，必须在10天之内交割完毕。如果无法完成，就必须以皇家女子作嫁卖给金军。那么帝姬、王妃每人折价金1000锭，宗姬每人金500锭，族姬金200锭，宗父银500锭，族父银200锭，贵戚女每人银100锭，任由金军帅府挑选。除此以外，金人承诺不占领黄河南岸和汴京，但是必须送来帝姬2人，宗姬、族姬各4人，宫女2500人，女乐1500人，各色工艺3000人。谈好这个协议的时候啊，宋钦宗还没有被废，他本人是有过全城范围搜刮金银的经历的，不应该不知道这次的数额已经远远高出上一次。上一次都没有凑齐，这一次怎么可能完成呢？如果明知道完不成金银的指标，为什么会把所有皇族女性当作筹码来签这么一个对赌协议呢？史籍中啊已经找不到任何相关的记载，答案已经无从知晓。1星期以后啊，开封府开始履行协议，按照要求向金军营寨不断输送各类女性。最早送去的是蔡京、童贯、王府家的歌妓24人。咱们开头提到的茂德帝姬，就是在这一期间被冒充歌妓送到了沃利布的营中。这位当时
年仅22岁的公主就这样成了第一个被金军统帅蹂躏的牺牲品。紧接着又有5000名女子被送到军营，这些人当中啊，有宫女，有乐户，也有平民百姓。开封府尹徐秉哲邀功心切，他是自掏腰包为这些女子精心打扮一番，交付金军，但是很快被退回了2000，理由是这部分人啊不是处女。几乎所有的金军将领都陆续分到了女人，可是士兵们没有这种待遇，于是呢，进城劫掠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那个10天的期限很快就过了，可是筹措的金银还差着一大截。对赌协议生效，北宋朝廷啊开始用皇族女性的身体来偿还男人们欠下的债务。2月初6，钦宗被废。2月初7，徽宗出城，领着他的妻妾、子女、儿媳、女婿、女奴婢从，从皇城中落绎而出。这个太上皇的后妃、王爷、帝姬都有车轿坐着前往金军营寨，余下的呢，全部由骑卒背负，疾驰而走。随后一些躲藏在民间的也被金军依照玉牒陆续搜出来押走。除了已经死去的需要特别注明以外，任何一个和皇室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哪怕是年仅1岁的幼儿，也难逃被掳走的命运。一共俘虏了多少，花了多少钱呢？我们根据当年开封府的一份官方文件，可以十分详细的了解到这些信息。因为人数众多，咱们直接对照图表来说一下。最后金人选定徽钦2帝的妃嫔啊，共计有83人，王妃24人，帝姬公主22人，其中皇帝的妃嫔啊折钱加倍，共计折合金13万4千锭。嫔御98人，王妾28人，宗姬52人，御女78人，进之宗姬195人，共计折合金22万5500锭。卒姬1241人，共计折合金24万8200锭。宫女479人，才女604人，宗妇2091人，共计折合银158万7千锭。族妇2007人，歌女1314人，折合银66万4200锭。贵戚官民女3319人，折合银33万1900锭。所有女性总共折合金60万7700锭，银258万3100锭。除去已经缴纳的，再除去卖掉妻女的金银，依然欠缺黄金34万2780锭，白银87万1300锭。这部分后来由张邦昌求情，被予以赦免。从打这1万多女子被送达，金军的将领们就开始了属于他们的狂欢。这些女人啊，被迫换上舞衣，给将领们劝酒，供将领们享乐。稍有违抗，就会被当场斩首。去往沃利布营寨的有3名宫女，拒不受辱，被金兵用铁签子穿透，丢出营寨，流血3日以后，在绝望中死去。沃利布呢，就指着这3人的尸体，然后对后来的王妃、帝姬们说：“如果不听话，这就是下场。”那个茂德帝姬啊，被叫出来，专门负责安慰说服刚到的人，让他们宽衣解带，沐浴更衣，然后去伺候宴席。有一位姓朱的妃子不甘接受这样的屈辱，和二太子沃利布发生了争执。于是呢，沃利布理直气壮地说：“你是我花了1000锭金子买来的，怎么敢不从我呢？”这个朱妃啊，争辩着说：“你倒是说说是谁卖的，谁得了金子？”沃利布回答说：“你家太上皇有手敕，皇帝有守约，我们是凭这个明码标价买的你们。”朱妃依然幻想自己身份尊贵，倔强地说：“谁答应的谁来抵债，我的身子岂能受辱？”沃利布反驳道：“你家太上皇有宫女数千人，不也是取自民间的吗？如今你们灭了国，你就是民妇，按规矩入贡，这是本分，更何况还是抵债呢？”倾巢之下，岂有完卵？这位只有13岁的小王妃当即没了话，最后呢，只能忍气吞声，任人摆布。有这么一天啊，二太子沃利布举办了一场大 party， 号称是太平合欢宴，在刘家寺专门宴请年罕，同时呢，邀请了宋朝的2位皇帝、皇后，金军所有的重要将领也全部到场。沃利布专门安排了24位飞机、32位歌妓劝酒。这个宴会进行到要结束的时候，沃利布向宋徽宗提出请求，将当时18岁的富金帝姬许配给年罕的儿子射野马。没想到徽宗表示说，富金啊已经有家了，
中国比较重廉耻，一女不侍二夫，不像贵国那样无所顾忌。他这么三言两语啊，说的年罕当场大怒，说我们奉了我家皇帝的圣旨，分领俘虏，你都已经这样了，还凭什么相抗啊？当下让在场的将领们每人挑选2位飞机离场。徽宗也不知道怎么这会儿也来了脾气，说上有天下有地，人各有妻女，话还没说完就被年罕给撵了出去。从靖康2年的3月27开始，金军开始陆续撤离。这个期间呢，宋钦宗望着汴京城进行了告别仪式，伏在地上嚎啕大哭，天地为仇，城镇有声。根据金人史料记载，所有俘虏共计14000人，分成了7个批次押往北方。后妃、公主、宗室女性，所有的女仆既要克服身体特殊情况，比如有的怀了身孕，而且呢随时都会遭到押解官员的性侵和侮辱，甚至有大批俘虏死在了押解途中。以第一批被押解的人员为例啊，这其中有宗室妇女3400人。由于长途鞍马、风雨饥寒，等到了燕山的时候，只剩下了1900名妇女，死亡率高达40%以上。有一批女仆因为避雨，被迫躲进了金兵的营帐，结果遭到金兵的轮奸，以至于多鸟死。宋朝的俘虏们每天是以泪洗面，金军的将领们呢，则是拥妇女、自酒肉、弄管弦，喜乐无极。这些人在途中啊，受尽屈辱和折磨以后，一部分留在了燕京，一部分被押往上京。他们好一点的嫁给了金国贵族，差一点的呢，就被强行遣送到洗衣院、狱寨，或者赏赐给中下级军官，甚至有的最后沦落成了娼妓。金国天会6年6月24，在金国首都上京，徽钦2帝和他们的后妃、宗室女性们经历了他们北迁以后最耻辱的一幕。数千金兵破门而入，逼着皇帝皇后脱掉袍服，换上民服，外裹羊皮。其余的呢，不管是王爷、嫔妃、帝姬还是宗室妇女，一律赤裸上身，只披着一件羊皮，手里拿着一根羊皮绳。在一片鼓乐声中啊，徽钦2帝被引入了乾元殿。金太宗正襟危坐在上，他的皇后和大臣分列两旁。这里举行的是一种叫做牵羊礼的投降仪式。按照仪式，徽钦父子2人把羊皮绳献给受降人，表示自己今后啊就像羔羊一样任其宰割。随后呢，金国君臣向他们的祖宗2次胡跪，就是单腿点地，然后是宋朝俘虏们依次胡跪，最后是跪听诏书，免罪赐福。有了这么一次经历，钦宗的朱皇后当天晚上就上吊自尽，被救下以后又投水而死。这年10月25，宋徽宗啊被封为昏德公，宋钦宗被封为崇昏侯。2年以后，2帝被下令迁往五国城，就是今天黑龙江哈尔滨市依兰县的西北，这里成了这对父子最后的归宿地。这之后啊，没过多久，徽宗的正妻太上皇后郑氏先一步死在了五国城。时光荏苒，转眼到了南宋绍兴5年，这年2月，高宗皇帝的生母韦贤妃来到了五国城和徽宗相聚。2个月以后，徽宗皇帝一病不起，最终带着遗憾、愤懑、迷惘，魂归道山，客死他乡，终年54岁。钦宗皇帝呢，在孤独中又活了21年，在绍兴26年6月去世。这个时候呢，宋阶已经和议，他的弟弟康王赵构已经在杭州当了近30年的皇帝。赵氏的皇族宗室们，有的同样死在了异国，有的生活悲惨，有的慢慢融入了金人的血液，有的逐渐适应了异族的生活。而伴随着北宋的灭亡，南宋的精彩也即将开始了。读历史知善恶，感谢您收看收听烽火照东南，这是慢聊两宋燕云的第10集，片中内容重点参考官修正史。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